胯下之辱藏着他早年的隐忍，背水一战显露出他临阵的奇绝，十面埋伏定格了他灭楚的锋芒，鸟尽弓藏又道尽他结局的悲凉。秦末汉初的名将韩信，一生与10余个成语紧密交织，每一个都是他人生转折的注脚，每一段都藏着他从微末到传奇，从功高震主到身死族灭的轨迹。在那个风云激荡、英雄辈出的时代，无数豪杰在历史舞台上挥洒热血，却少有人能像韩信这般，以惊人的军事天赋照亮历史天空，用跌宕的人生故事滋养文化记忆，最终既成为兵线的代名词，也成了兔死狗烹这一历史定律最深刻的亲历者。他的一生宛如一首波澜壮阔却又饱含沧桑的史诗，让人唏嘘不已。他的早年岁月始终被困顿二字笼罩，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开篇便直言：贫无形，不得推责为利。这短短一句话，精准勾勒出他早年的生存困境。一方面，贫字点出其家境贫寒，无产业支撑；另一方面，无形与不得推责为利，则揭示了他在仕途体系中的失语。当时选吏注重乡党推责，需兼具家世清白与乡邻认可的品行，而韩信既无背景，又因不善经营生计，常依附他人，未建立起良好声誉，自然被仕途拒之门外。生计的窘迫比仕途的失意更磨人。他既不善农耕劳作，也不懂经商逐利，只能依附亲友蹭饭生活，时间一长，难免惹人厌烦。最典型的便是在南昌亭长家的经历。他曾在亭长家中连续计时数月，亭长之妻不堪其扰，便故意提前做饭，全家在床上吃完，等韩信按往常时间上门时，锅中早已空空如也。韩信瞬间读懂主人的逐客之意，没有卑微乞求，而是怒而离去，从此再未踏足亭长家。离开亭长家后，韩信的生活愈发艰难。他曾饿着肚子在城下钓鱼，希望能靠几条鱼果腹。在河边，有一群大娘正在漂洗丝棉，其中一位漂母心生怜悯，便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饭食分给他吃。此后数十天，这位漂母总会多带一份饭分给韩信。这份素不相识的善意让韩信深受触动，他郑重承诺，无必有以重报母。可漂母却当场反驳：大丈夫本应自食其力，我是可怜你这落魄子弟才给你饭吃，哪里是为了报答。漂母的话没有苛责，却像一记警钟，敲醒了韩信对尊严的认知。真正的尊严从不是他人施舍，而是靠自己挣来，这也让他改变命运的决心愈发坚定。除了生活上的困苦，韩信还遭受了来自市井之人的羞辱。淮阴城里有个年轻的屠户，见韩信穷困潦倒，却整日佩剑游荡，便当众羞辱他：你虽然长得高大，还喜欢带着刀剑，可实际上就是个胆小鬼。接着更是抛出侮辱性的选择：你要是有胆量，就用剑刺我；要是没胆，就从我胯下钻过去。话音刚落，围观者便哄笑起来，等着看韩信的反应，是拔剑拼命，还是忍辱受辱。韩信盯着屠户看了许久，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剑柄，却最终缓缓松开。他俯身趴在地上，额头贴着地面，从屠户的胯下慢慢钻过。周围的笑声愈发刺耳，可韩信站起身时，脸上没有羞愤，只有一种超乎年龄的平静。他掸了掸衣上的尘土，转身离去，未发一言。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胯下之辱。世人多以为这是懦弱，却不知韩信的人是对小愤与大志的权衡。若为一时之气拔剑，轻则入狱，重则丧命，多年的志向便会付诸东流。而忍下这一时羞辱，才能留住改变命运的可能。这份能屈的韧性，
恰是他日后成大事的根基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，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，点燃了反秦的烽火。一时间，各地豪杰纷纷响应，天下大乱。此时的韩信虽仍在淮阴困顿度日，心中却早已埋下建功立业的种子。他深知乱世虽乱，却是寒门子弟打破命运枷锁的唯一机会。于是他毅然投奔了当时势力最强的项梁军。可在项梁军中，韩信毫无存在感，他没有家世背景，也无战功傍身，只能从最普通的士兵做起，始终默默无闻。公元前208年，项梁在定陶之战中被秦军击败，战死沙场。项梁死后，其侄项羽接管军队，韩信便随之归属项羽麾下。项羽见韩信身材魁梧，佩剑而立，倒有几分军人模样，便任命他为郎中。这是个负责侍卫、传达命令的进士职位，虽不起眼，却能时常伴随项羽左右。韩信以为这是伯乐识马的开始，便格外用心。每次项羽议事，他都仔细聆听；每逢战事，他都会提前思考战术，多次向项羽献上自己的计策，从行军路线到攻城策略，皆有独到见解。可项羽自是力能刚鼎，又出身贵族，根本瞧不上这个出身微末的郎中。一次次的挫败，让韩信的热情渐渐冷却。他终于明白，在刚愎自用的项羽麾下，自己的才华永远没有施展的空间，心中第一次萌生了离去的念头。就在韩信在项羽军中郁郁不得志的时候，刘邦率领的汉军势力逐渐崛起。尤其是刘邦受封汉王，入蜀就藩后，虽暂处偏僻之地，却广纳贤才，隐隐有向东争夺天下的势头。韩信敏锐地察觉到，这或许是自己摆脱困境的新契机，于是毅然离开楚营，辗转投奔刘邦。然而初到汉营的韩信并没有立刻受到重用，他被安排担任连敖，这是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官，职位卑微。韩信并没有放弃，他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得到赏识。然而命运似乎又一次捉弄了他。在担任连敖期间，韩信因牵连进一起案件被判处死刑，同案的13个人都已经被斩首。当轮到韩信受刑时，他抬起头，正好看到了滕公夏侯婴。韩信大声喊道：汉王难道不想夺取天下吗？为什么要斩杀壮士？这句话惊动了夏侯婴，寻常死囚多是哀嚎求饶，此人却敢在刑场上直言天下事，气度非凡。夏侯婴当即下令暂停行刑，随即召韩信问话。一番交谈后，被他对军事战略的独到见解所折服，当即断定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随后夏侯婴第一时间将韩信举荐给刘邦。刘邦虽认可夏侯婴的眼光，却未真正意识到韩信的价值，只将他调任治粟都尉，负责统筹全军粮饷。虽比连敖职位稍高，却依旧与军事无关。韩信没有因职位落差而气馁，反而在治粟都尉任上格外用心。他不仅把粮饷调度得井井有条，还借着与核心臣僚接触的机会，暗中展现自己的才华。这一次，他终于遇到了真正的伯乐，丞相萧何。萧何掌管汉军内政与人才选拔，他很快注意到这个与众不同的治粟都尉。韩信不仅能把粮饷事务处理得毫无纰漏，更能在闲谈中精准分析天下局势，甚至对汉军的行军布阵、粮草补给与战术配合提出独到建议。几次深谈后，萧何彻底认定韩信绝非治粟之才，而是能统帅全军、决胜千里的军事天才。若能重用，
必能助刘邦成就大业。此后，萧何多次在刘邦面前举荐韩信，言辞恳切，强调其非凡才能，可刘邦始终未放在心上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从楚营投奔而来、毫无战功的人，怎配担当重任？韩信见萧何举荐无果，自己依旧得不到重用，心中的希望渐渐冷却，或许汉营也非自己的容身之地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大军抵达南郑（今陕西汉中），因属地偏僻，前途未卜，许多将领对未来失去信心，短短几天内就有数十人悄悄逃离。韩信见此情景，也萌生了去意，既然此处难施报复，不如另寻明主。于是他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汉营。萧何得知韩信逃走的消息后，心急如焚。他深知韩信的离去对刘邦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，于是来不及向刘邦报告，便亲自骑马去追赶韩信。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萧何月下追韩信，不是追逃兵，而是追一位能决定天下走向的国士。而汉营中，将士见萧何彻夜未归，误以为他也逃走了，连忙向刘邦禀报。刘邦听闻萧何逃走，顿时如失左右手，又怒又急。萧何是他起兵以来最核心的辅佐，若连他都叛离，自己的大业几乎无望。最终，萧何追回了韩信，回来拜见刘邦。刘邦又气又喜，破口大骂道：“众将逃走你不追，为何偏偏去追一个韩信？你莫不是在骗我？”萧何神色郑重地答道：“普通将领随处可寻，逃走了也能再招。可韩信是天下无双的奇才，大王若只想偏安汉中做个汉王，自然用不上他。但大王若想向东争夺天下，除了韩信，再无第二人能帮您实现这个目标。”刘邦听了萧何的话，心中开始动摇。他思考了片刻后说：“我也想向东发展，争夺天下，怎么能一直憋屈地待在这里呢？既然你如此看重他，那便任命他为将军吧。”可萧何却摇头，将军之位依旧留不住韩信，他要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带兵职位，而是能统领全军、施展毕生所学的信任。刘邦见萧何态度坚决，索性咬牙道：“那就拜他为大将吧。”萧何当即喜出望外，却又提醒刘邦：“拜大将非同小可，大王一向待人随意，若只是随口任命，会让韩信觉得不受尊重，依旧可能离去。您需选择良辰吉日，亲自斋戒，搭建高坛，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，才能彰显您的诚意。”刘邦最终答应了。他虽未完全摸清韩信的本事，却愿意相信萧何的判断。汉军的将领们听说刘邦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任命大将，个个都暗自高兴，以为自己有机会被任命为大将。然而当举行仪式的那一天，大家惊讶地发现，被任命为大将的竟然是名不见经传的韩信。全军上下顿时一片哗然，大家都对刘邦的这个决定感到十分意外。但刘邦心意已决，他坚信萧何的眼光，相信韩信一定能够不负所望。韩信被正式拜为大将后，刘邦当即平退左右，急切地向他请教：“寡人欲东出争夺天下，却苦无良策，还望将军为我指点迷津。”韩信先是起身致谢，随后目光沉定地反问：“大王如今志在向东，首要对手莫非是西楚霸王项羽？”刘邦颔首道：“正是他。”韩信又追问：“若论勇猛强悍，军队精锐，大王与项羽相比，孰强孰弱？”刘邦默然良久，最终坦诚答道：“我不如他。”韩信闻言点头，语气郑重：“不仅大王如此认为，臣昔日在项羽麾下任职，亦深知其短长。项羽发怒时，
一声喝令便能震慑千人，看似威势过人，却不懂任用贤将，不过是逞匹夫之勇。他待人虽恭敬温和，见人患病会落泪分食，可当部下立了战功该封爵时，却把刻好的印信攥在手里，磨平了棱角也舍不得授予。这便是所谓的妇人之仁，小恩小惠能及人，关键的封赏却吝啬至极，如何能留住人心？紧接着，韩信画风转向战略格局。再者，项羽虽称霸天下，号令诸侯，却放着关中行胜之地不守，反倒定都彭城，今江苏徐州。彭城地处平原，无险可守，一旦战事起，极易被四面夹击，这是失了地理之利。他还违背义帝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，把亲信故旧封在附属之地，却将有功诸侯贬到偏远之处，引得诸侯人人怨怼。后来义帝被他迁到江南，诸侯便纷纷效仿，驱逐旧主，自立为王，天下秩序彻底大乱。更重要的是，楚军所到之处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，百姓虽迫于威势暂时顺从，心中却早已积满怨恨。如此一来，项羽名义上是霸主，实则已失尽民心，看似强盛，实则根基早已松动，极易衰败。说到此处，韩信话锋一转，目光灼灼地看向刘邦。如今大王若能反其道而行之，任用天下勇武贤才，让有能力者各尽其职，何愁敌人不灭？将诚意、土地分封给有功之臣，何愁诸侯不服？率领渴望东归的将士，高举正义之旗，何愁战不能胜？随后，韩信将重点落在平定三秦上，更何况章邯、董翳、司马欣这三秦之王本是秦朝降将，他们当年统领秦地子弟征战，死伤无数，后来又欺骗部众投降项羽，结果在新安，项羽用诈术坑杀20余万秦族，唯独他们三人得以封侯。秦帝父老对这三人恨之入骨，项羽却凭威势强立他们为王，秦地百姓根本不愿归附。而大王您当年进入武关，对百姓秋毫无犯，废除秦朝苛法，与秦民约法3章，秦地百姓无不想让您在关中称王。按诸侯当初的约定，大王本就该为关中王，这是秦地百姓人人皆知。如今您被迫退守汉中，秦民无不感到惋惜。若大王此刻举兵东进，只需一道檄文传布三秦，百姓必会群起响应，平定三秦不过举手之劳。刘邦听了韩信的这番话，犹如醍醐灌顶。此前他只知要东进，却不知如何东进。韩信的分析既点透了项羽的致命弱点，又给出了直击要害的破局之策，连关中百姓的民心向背都考虑得一清二楚。他当即站起身，对韩信拱手行礼，语气中满是敬佩与懊悔。若早得将军指点，寡人何至于困守汉中这么久？随后，刘邦立刻下令，由韩信统筹全军，依计部署粮草，操练兵马，为东出平定三秦，与项羽争夺天下做足准备。韩信的三秦之策不仅为刘邦指明了方向，更在实战中展现出惊人的杀伤力。公元前206年8月，刘邦依计起兵，一场针对关中的突袭战悄然展开。彼时雍王章邯认定，汉军若东出，必走此前被烧毁的栈道，便将主力集中在栈道沿线布防，对西北方向的陈仓道毫无防备。而韩信恰恰抓住这一疏漏，亲率汉军主力沿陈仓道隐蔽推进，如同神兵天将般直抵雍地腹地。章邯闻讯仓促应战，可军心懈怠，准备不足，很快被汉军击溃，只能退守废丘。随后韩信分兵3路，
逐一降服敌王董翳、塞王司马欣，短短数月便平定雍、翟、塞三秦之地。刘邦就此占据关中这一4塞之地，既有肥沃土地提供粮草，又有险峻地势抵御外敌，为后续与项羽的长期对峙筑牢了根基。拿下关中后，汉军势力迅速扩张。公元前205年，刘邦亲率大军出函谷关，凭借平定三秦的威势与刘邦约法三章的民心基础，河南王申阳、韩王郑昌、魏王豹、殷王司马昂相继归降。刘邦顺势联合齐地田氏、赵王歇等诸侯，集结起数十万联军，一路东进，于同年4月一举攻克楚国都城彭城。可这场大胜却成了汉军的转折点。刘邦被彭城的财宝、酒色冲昏头脑，不仅未加固城防，更放松了对项羽的警惕，连基本的军情侦察都搁置了。远在齐地平叛的项羽得知彭城失陷，怒不可遏，当即留下部将继续攻城，自己则亲率3万精锐骑兵，星夜疾驰回师。楚军骑兵凭借极高的机动性，如同闪电般绕到彭城西侧，趁汉军与诸侯联军沉迷享乐、防备松懈之际，突然发起猛攻。这支联军本就是临时拼凑，缺乏统一指挥与协同作战能力，面对楚军的凌厉攻势，瞬间崩溃，士兵四散奔逃，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。刘邦试图组织抵抗，却连自己的卫队都难以掌控，最终只能带着数十名骑兵从彭城西门仓皇出逃。经此一役，汉军损失数十万兵力，家底几乎赔尽，刘邦也陷入了起兵以来最危急的境地。就在汉军濒临溃散之际，韩信再次挺身而出。他没有跟随刘邦逃亡，而是留在战场西侧，一面收拢溃散的汉军残部，一面安抚逃兵情绪。短短数日，便重新集结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。随后他率军赶赴荥阳，与刘邦会合，又在泾县、所亭一带布下防线，迎战追击而来的楚军。几番激战下来，楚军不仅没能突破汉军防线，反而损失惨重，不得不停止西进。这一战不仅稳住了汉军的颓势，更给了刘邦喘息之机，让汉军得以重新整合力量，正式开启与楚军的长期对峙。可彭城战败的连锁反应仍在发酵，塞王司马欣、翟王董翳见刘邦示弱，当即叛韩归楚。这二人本就是迫于韩信威势才投降，如今见汉军受挫，立刻倒向更强的一方。齐地田广杀了刘邦派去的使者，与楚国讲和。赵国陈馀本就因刘邦未杀张耳心存不满，此时更是公开反汉，与楚结盟。一时间，刘邦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，而魏王豹的反叛更让汉军雪上加霜。魏王豹以探望母亲为由返回魏国后，当即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，断绝与汉军的联系，还派使者与项羽结盟，企图从侧翼夹击汉军。刘邦深知魏地战略位置重要，若不及时平定，汉军将腹背受敌，于是先派谋士郦基前往劝降，希望避免兵戈。可魏豹早已下定决心，面对郦基的劝说，他直言：人生一世间，如白驹过隙耳。今汉王慢而侮人，骂礼诸侯群臣如骂奴耳，非有上下礼节也，无不忍复见也。这番话彻底断绝了劝降的可能，刘邦只得决定武力征讨。此时，韩信成了平定魏地的不二人选，刘邦任命他为左丞相。韩信抵达前线后，并未急于进攻，而是先派人侦察魏军部署，发现魏豹将数万主力集中在黄河东岸的蒲坂，近山西永济，依托黄河天险布防，
企图凭借渡口优势阻挡汉军渡河。摸清局势后，韩信制定了声东击西的战术。他先是在临近关附近集结大量船只，让士兵整日操练渡河动作，摆出一副要从这里强渡黄河的架势。魏豹果然上当，将所有兵力都调往蒲坂，严阵以待，生怕汉军从临近关突破。而韩信真正的杀招早已暗中准备，他派主力部队携带大量的简易渡河工具，悄悄绕到上游的夏阳（今陕西韩城），趁夜色从这里偷渡黄河。由于魏军主力都在蒲坂、夏阳几乎无防，汉军顺利渡河后，迅速奔袭魏军后方重镇安邑（今山西夏县）。直到安邑被破的消息传来，魏豹才惊觉上当，急忙率军回援。可此时的魏军早已军心大乱，又疲于奔命，面对以逸待劳的汉军，一触即溃。最终，魏豹在逃亡途中被汉军俘虏，魏国全境被平定，刘邦将其改为河东郡。这场夏阳渡河之战，不仅再次印证了韩信出奇制胜的军事智慧，更帮刘邦稳住了侧翼，为后续北上攻赵、燕奠定了基础。平定魏国后，韩信并未停下脚步。此时刘邦与项羽在荥阳的对峙正急，急需开辟北方战场，分散楚军压力。公元前205年闰9月，韩信与张耳率领数万汉军乘胜北上，将目标锁定在代国与赵国。代国实力较弱，且主力多被调往赵国支援，韩信并未急于强攻，而是先派间谍摸清代军部署，随后用诱敌出击之计，以小股汉军佯装袭扰代军粮道，引诱代军主力出城追击，再将主力埋伏在必经之路。待代军进入包围圈，汉军突然杀出，代军猝不及防，很快溃败。代国国相夏月被活捉，代德就此平定。拿下代国后，汉军士气更盛。公元前204年10月，韩信与张耳挥师东进，直逼赵国。赵王歇与赵国主帅陈馀早已得知消息，集结20万大军驻守井陉口。这里是太行山的咽喉要道，素有天下9塞之称，道路狭窄到仅容单人单马通行，两侧皆是悬崖峭壁，堪称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陈馀看着眼前的天险，又得知汉军仅有数万兵力，愈发轻视。汉军远道而来，早已疲惫不堪，又缺粮少草，我们只需守住井陉口，不出1月，他们必不战自溃。此时陈馀的谋士李左车却看出了危机，他向陈馀进言：韩信、张耳刚灭代国，士气正锐，奇风不可挡，但汉军深入赵境千里，粮草补给必然跟不上，且井陉口道路狭窄，他们的粮车必定落在大军后面。不如给我3万骑兵，我从小道绕到汉军后方，截断他们的粮道，您则率主力坚守井陉口，不与汉军交战。这样一来，汉军前有天险挡路，后无粮草接济，不出10日，必能生擒韩信、张耳。这一计策精准击中汉军软肋，若能实施，韩信恐怕真要陷入绝境。可陈馀却自诩仁义之师，又迷信兵法10则为之，5则攻之，备则战之，认为自己兵力是汉军数倍，却避而不战，会被诸侯嘲笑胆怯，断然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。韩信得知陈馀没有采纳李左车的计策后，心中暗自高兴。他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，如果能够巧妙地利用，就有可能以少胜多，击败赵军。他当即制定周密计划，先挑选2000精锐轻骑，每人手持一面汉军红旗，趁着夜色悄悄绕到赵军大营附近的山上隐蔽，叮嘱他们：
明日交战，若看到赵军倾巢而出追击我军，你们就立刻冲入赵营，拔掉赵军旗帜，插上汉军红旗。随后他又调遣1万汉军在井陉口外的背水列阵，这在常人看来完全是自寻死路，毕竟背水作战无退路，一旦战败便是全军覆没。赵军看到汉军这般布阵，纷纷嘲笑韩信不懂兵法。次日清晨，决战打响，韩信亲自率领汉军主力，打着大将旗号，擂鼓呐喊着向井陉口发起进攻。陈馀见状，果然下令赵军全军出击，想一举歼灭汉军。双方在井陉口外展开激战，汉军奋勇抵抗，却渐渐显露出不敌之势，这正是韩信的诱敌之计。他下令汉军丢弃旗鼓、兵器，佯装溃败，向背水列阵的方向撤退。赵军见汉军败逃，以为胜利唾手可得，纷纷抛下营寨，全力追击，甚至有人忙着抢夺汉军丢弃的物资，阵型大乱。就在此时，埋伏在山上的2000轻骑迅速行动，趁赵营空虚，冲入营中，将赵军旗帜全部拔掉，换上汉军的红旗。而追击的赵军正得意时，回头突然看到自己的大营插满了汉军红旗，顿时惊慌失措，难道赵营被汉军攻占了？赵王被俘了，军心瞬间崩溃，士兵们再也无心作战，纷纷四散奔逃，局面混乱。与此同时，背水列阵的汉军见赵军大乱，深知退则死，战则生，个个抱着必死的决心，转身反击。韩信也率领主力杀了回来，与背水汉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。赵军腹背受敌，彻底溃败。陈馀在逃亡中被汉军斩杀，赵王歇被活捉。这场井陉之战，韩信以数万兵力击败20万赵军，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，也让他兵仙的威名传遍天下。井陉之战后，韩信对李左车的才能十分钦佩。他深知李左车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，如果能够得到他的辅佐，对于汉军的未来发展将会大有裨益。于是韩信下令军中务必活捉李左车，不得伤害他。不久，李左车被汉军俘虏，带到了韩信面前。韩信当即起身，亲手为他解开绳索，又请他面朝东坐，这是古时尊贵的席位，自己则面朝西对坐，以对待老师的礼节敬重李左车。李左车谦逊地说：“我是败军之将，何德何能受此礼遇？”韩信诚恳地说：“先生的计策若被采纳，我早已是阶下囚。如今我虽侥幸取胜，却深知北方战事未平，还望先生不吝赐教。”李左车见韩信真心求教，便坦诚分析局势。将军平定魏、代、赵三国，威名远播，但汉军连续作战，士兵早已疲惫，粮草也需补充。若此时贸然攻打燕国，燕国凭借坚固城池坚守，汉军恐怕会陷入持久战，而齐国见燕国抵抗，也会加强防备，到时候局面就难办了。不如先在赵国安抚百姓，抚恤阵亡将士家属，让赵地稳定下来，再派一位能言善辩的使者，带着将军的书信去见燕王，向他展示汉军的实力与将军的威名。燕王知道抵抗无用，定会不战而降。燕国归降后，齐国孤立无援，再攻打齐国便易如反掌。韩信听完茅塞顿开，当即采纳李左车的建议，一面在赵地推行安抚政策，稳定民心，一面派使者携带书信前往燕国。燕王臧荼早已听闻韩信的战绩，看到书信中汉军的威慑与归降后的优待条件，深知自己无法与韩信抗衡，当即决定向汉军投降。
就这样，韩信为费一兵一卒，便拿下了燕国，彻底打开了北方战场的局面，也为刘邦减轻了荥阳前线的压力。当韩信凭借不战降燕稳定北方时，荥阳前线的战局却愈发危急。公元前204年，刘邦与项羽的对峙陷入焦灼，楚军凭借强悍战力多次击败韩军，甚至将刘邦围困在荥阳城中，粮草断绝，形势岌岌可危。为打破僵局，刘邦急需开辟东线战场，分散楚军兵力，于是任命韩信为相国，让他率领部分汉军东征齐国，意图通过平定齐鲁之地，从侧翼威胁楚军后方，扭转整体战局。接到命令后，韩信即刻率军东进，一路急行至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古黄河渡口。就在他准备筹划渡河事宜时，却突然收到消息，刘邦已派谋士利益基前往齐国劝降，且利益基凭借出色的辩才，成功说服了齐王田广。田广不仅答应归降汉军，还撤走了齐国边境的守军，每日与利益基在临淄城中饮酒作乐，全然放松了戒备。这个消息让韩信陷入两难，若继续进军，齐国已承诺归降，此时进攻难免落下背信之名；若撤军回师，自己率军千里而来，未立功便空手而返，又恐辜负刘邦重托。正当他犹豫是否要停止进军时，谋士蒯通却直言进谏：将军奉汉王之命攻打齐国，如今汉王虽派利益基劝降，却从未下诏让您停止进军，这难道不是默许您相机行事吗？况且利益基仅凭一张嘴，便说降齐国70余城，将军您率领数万将士，历经1年多征战，才拿下赵国50余城。难道将军浴血奋战的功劳，竟比不上一个儒生的口舌之功？更重要的是，齐国虽承诺归降，却未真正归附。如今他们撤走防备，放松警惕，正是我军突袭的最佳时机。若错过此次机会，日后再攻齐国，必将付出更大代价。蒯通的话既点破了军令位置的关键，也戳中了韩信对功劳的在意。他半生征战，所求不过是施展抱负，证明价值，岂能让功劳被轻易夺走？一番权衡后，韩信下定决心，继续进军，平定齐国。汉军悄悄渡过黄河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齐国都城临淄发起突袭。齐王田广得知汉军来袭，顿时惊怒交加。他以为利益基是汉军的和平使者，却没想到背后还有大军压境，当即认定自己被欺骗，愤怒地将利益基烹杀。随后田广仓促调集军队抵抗，可齐国守军早已撤走边境防备，又因归降之时放松警惕，面对汉军的猛攻毫无还手之力，很快溃败。田广见临淄难保，只得带着残部向东逃亡。韩信则率军乘胜追击，一路攻克齐国数座城池，于公元前203年攻占临淄，基本控制了齐国核心区域。眼看齐国将被汉军彻底平定，项羽终于意识到危机，齐国若失，楚军东侧门户大开，后方将直接暴露在汉军威胁之下。他立即派麾下猛将龙驹率领20万大军驰援齐国，与田广的残部会合。龙驹是项羽麾下少有的能征善战之将，曾多次击败汉军，此次手握20万大军，更是信心满满。他与田广在渭水东岸安营扎寨，与追击而来的汉军隔河对峙。此时韩信麾下兵力远少于齐楚联军，但他并未慌乱，而是仔细勘察渭水两岸地形，很快制定出借水破敌的奇谋。他先暗中派士兵准备了1万多个沙袋，
趁着夜色将沙袋运往渭水上游，垒起一道临时堤坝，拦截河水。由于上游被堵，下游的渭水水位迅速下降，浅到可以徒步涉水。次日清晨，韩信亲自率领数千汉军从下游浅滩渡过渭水，向龙驹大营发起挑战。龙驹见韩信只派少量兵力进攻，愈发轻视，当即下令全军出击，想一举击溃汉军。双方在渭水岸边展开激战，汉军奋勇抵抗片刻后，便佯装不敌，丢弃兵器向河西岸撤退。龙驹见状，大笑道：“我早说韩信胆小如鼠。”随即率领楚军主力沿着浅滩追击汉军。就在楚军大部分兵力渡过渭水，进入河道中央时，韩信立即下令上游士兵扒开沙袋，被拦截一夜的河水瞬间奔涌而下，如同猛兽般冲向河道中的楚军，水位骤升数丈，将楚军分割成两部分。已渡过河的楚军陷入汉军包围，未渡河的楚军则被河水阻隔，无法支援。韩信抓住时机，率领汉军掉头反击，被围的楚军在水中挣扎，阵型大乱，根本无法组织抵抗。激战中，龙驹被汉军斩杀，渡河的楚军死伤殆尽。而渭水东岸的齐楚联军见主帅战死，河水阻隔，军心瞬间崩溃，纷纷四散逃窜。韩信率军渡过渭水，乘胜追击，活捉齐王田广，彻底平定齐国全境。这场渭水之战是韩信军事生涯的又一巅峰，他以弱胜强，巧妙利用水文地形，通过拦水、诱敌、放水、夹击的连环计，一举歼灭楚军20万主力，不仅彻底平定齐国，为汉军增添了大片富庶之地，更消灭了楚军的有生力量，让项羽从此失去了主动进攻的能力。此战后，楚汉双方的实力对比彻底逆转，韩信也凭借这份赫赫战功，成为决定天下走向的关键力量。渭水之战后，韩信彻底平定齐国，可眼前的局面却让他陷入深思。齐国历来民风彪悍，反复无常，又与楚国接壤，若没有足够权威的人镇守，一旦楚军反扑或齐人叛乱，刚平定的土地很可能再度失控。公元前203年，韩信上书刘邦，请求封自己为代理齐王。此时的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，粮草断绝，处境艰难，日夜盼着韩信率军来援。接到书信后，他以为韩信在此时所要封号是趁火打劫，当即怒骂：“我被困于此，日夜望他来救，他竟想着自立为王。”一旁的张良、陈平见状，急忙暗中踩了踩刘邦的脚，又凑到他耳边低声提醒：如今汉军形势不利，根本无力阻止韩信称王。若不答应，万一他心生不满，倒向楚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如顺水推舟，封他为真王，稳住他的心，让他安心镇守齐国，也能牵制楚军。刘邦瞬间明白了其中厉害，骂声未落，便顺着怒气改口：“大丈夫平定诸侯，要做就做真王，何必当什么代理王？”随后他立即派张良前往齐国，正式册封韩信为齐王。与此同时，刘邦以荥阳战事紧急为由，调走了韩信麾下的大半精锐，让他们赶赴前线支援。这既稳住了韩信，又削弱了他的兵力，可谓一举两得。而韩信虽明知兵力被调走的用意，却并未心生不满，他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，依旧全心为汉军效力，专注于巩固其地，为后续战事做准备。随着韩信平定吴国，威名远扬，他逐渐成为楚汉争霸中第三方关键力量。项羽和刘邦都清楚，
韩信偏向哪一方，哪一方就能赢得最终胜利。项羽率先出手，派伍射前往齐国游说，试图拉拢韩信。伍射见到韩信后，直奔主题：天下人反秦，本是为了摆脱暴政，如今秦已灭亡，刘邦却背信弃义，起兵攻楚，其野心是要吞并天下。您如今能安稳做齐王，全因项王还在。若项王今日败亡，明日您必遭刘邦猜忌。您曾在楚营任职，与项王有旧，何不叛汉联楚，三家三分天下，各自称王？若错失良机，日后必悔之晚矣。这番话确实戳中了功高震主的隐患，可韩信却不为所动。他对伍射说：我在楚营时不过是个执戟郎中，献策不被采纳，建功不被重用，这才离楚归汉。而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给我数万兵马，解衣推食待我，对我的计策言听计从，这份知遇之恩，我终生难忘。我若背叛汉王，便是不义，纵死也不会改变心意。伍射见韩信态度坚决，知道再劝无益，只能悻悻离去。伍射走后，谋士蒯通深知韩信的处境远比他自己想的危险，刘邦多疑，韩信功高盖主，一旦天下平定，韩信必遭清算。于是蒯通以相面为引子，再次劝说韩信另谋出路。他对韩信说：我曾学过相面之术，若看您的面相，最多只能封侯，且难免遭遇祸患。可若看您的背相，暗指背离汉营，自立门户，富贵却不可限量。韩信听出话中有话，故作不解地追问。蒯通当即剖析天下局势，如今楚汉对峙，双方将士疲惫，百姓流离，天下命运全在您手中。您助汉则汉胜，助楚则楚强，若您拥气自立，便能三分天下。您以平定魏、代、赵、燕、齐五国，战功无人能及，继续依附汉王，功高震主必遭猜忌，归附项王，项羽多疑也难容您。不如据守齐国，安抚百姓，整军精武，再联合燕、赵，与楚汉形成鼎足之势。届时您顺天应人，天下诸侯必会归附，这才是保您长久安稳的万全之策。蒯通的话字字恳切，韩信陷入长久沉默。他并非不知功高震主的风险，可刘邦之遇和信任始终是他心中的牵绊。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：汉王待我情深意重，我怎能见利忘义，独自称王？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此事绝无可能。蒯通仍不死心，又以文仲、范蠡辅佐勾践的典故警示，文仲、范蠡助勾践灭吴称霸，可最终文种被赐死，范蠡被迫逃亡。这正是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您如今的功劳已盖过天下，归附任何一方都难有善终，唯有自立才有出路。可韩信始终坚信刘邦会善待自己，再次拒绝了蒯通。蒯通见韩信心意已决，知道他日后必遭祸患，为避免自己被牵连，便假装疯癫，辞去谋士之职，以巫师的身份隐匿民间，从此不再过问政事。公元前202年，楚汉争霸的终局之战拉开序幕，刘邦与诸侯联军集结在垓下，今安徽灵璧东南，准备与项羽展开最后决战。起初刘邦多次派人催促韩信率军前来会合，可韩信因刘邦未明确战后封地归属，始终按兵不动。彭越也以魏地初定，需留兵镇守为由，迟迟未出兵。刘邦在正面战场再度受挫后，忧心忡忡，采纳张良建议，明确承诺战后将陈县以东至大海的土地分给韩信，
睢阳以北之古城的土地封给彭越。得到确切的封地保证后，韩信才率领齐军主力，与彭越的军队一同赶赴垓下，与刘邦大军会师。联军会合后，韩信凭借平定五国、屡战屡胜的军事威望，被推举为联军统帅，统筹各路兵马。他深知楚军虽长期作战已显疲惫，但项羽勇猛善战，士兵精锐，硬拼必伤亡惨重，于是精心布下合围阵型，自己亲率主力为前锋，孔熙率军居左翼，陈赫率军居右翼，形成三路突击力量。刘邦率领汉军主力在后方压阵，将后周勃、柴将军则率军殿后，防止楚军突围。与此同时，英布、彭越已按韩信部署，在楚军后方切断了粮道，使项羽大军陷入无粮可济、困守垓下的绝境。决战打响后，韩信率军向楚军发起进攻，出战故意示弱，佯装败退，引诱项羽率领精锐追击。待楚军进入联军预设的合围圈，左翼孔熙，右翼陈赫立即率军从两侧杀出，韩信也调转马头回师反击，刘邦则率主力从后方全线压上，楚军瞬间被团团包围，首尾不能相顾。连日激战下来，楚军粮尽援绝，士兵饥寒交迫，士气日渐低落。到了夜晚，韩信又使出攻心之计，令汉军士兵唱起楚地歌谣，悠扬的楚歌在垓下军营四周回荡。楚军将士听闻熟悉的乡音，无不思念家乡与亲人，斗志彻底瓦解，纷纷逃散。项羽在帐中听闻楚歌，大惊失色，误以为楚地已全部被汉军攻占，起身饮酒悲歌：“汉皆以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？”当夜，项羽率领800余名精锐骑兵趁夜突围，韩信得知后，立即派灌婴率领5000骑兵追击。经过一番激战，项羽身边仅剩下28名骑兵。他逃至乌江岸边时，乌江亭长驾着小船前来接应，劝他渡过乌江回到江东，再图大业。可项羽自感兵败如山倒，无颜面对江东父老，终不肯渡江，转身与追击的汉军死战，后自刎而亡。项羽死后，被困垓下的楚军全线溃败，纷纷投降。至此，历时4年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宣告结束。可战争的结束却成了韩信命运的转折点。刘邦对韩信的军事才能始终心存忌惮，生怕他拥兵自重，威胁自己的统治。他趁韩信率军平定楚地残余势力，尚未站稳脚跟之际，亲自来到韩信军营，以巡游慰问为名，突然夺取了韩信的兵权，随后又以齐王封地偏远，不便治理为由，将韩信改封为楚王，定都下邳，今江苏邳州。韩信虽明知这是刘邦削弱自己的手段，心中难免不满，但念及刘邦昔日的知遇之恩，还是选择了接受改封。回到楚地后，韩信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兑现当年的承诺。他找到当年在河边给予自己饭食的朴母，以千金相赠，感谢他的雪中送炭。对于曾让自己祭食数月，却因妻子不满而被逐客的南昌亭长，韩信给了100钱。而面对当年让自己承受胯下之辱的屠户，韩信不仅没有报复，反而任命他为中尉，并对部下解释，这是位壮士，当年他侮辱我时，我难道不能杀他吗？只是杀他毫无意义，我正是忍受了一时的侮辱，才成就了今日的功业。然而韩信在楚地的安稳日子并未持续太久。公元前201年，有人向刘邦告发韩信谋反，虽无确凿证据，却正中刘邦下怀。刘邦立即召集众臣商议对策，
多数大臣主张出兵征讨，唯有陈平提出异议。韩信善于用兵，若强行征讨，必引发大战，不如以天子巡狩云梦泽，会诸侯于陈地为名，召韩信前来拜见。韩信若来，便可趁其不备将他擒获，既避免兵戈相见，又能从容处置。刘邦采纳了陈平的计策，随即下令前往云梦泽，并传召各路诸侯赴陈地会合。韩信得知刘邦要巡狩云梦泽，且需诸侯亲自拜见，心中顿时疑虑丛生，若托孤不去，恐被刘邦借机扣上谋反的罪名；若亲自前往，又担心刘邦早有预谋，自己会陷入险境。此时身边有人向韩信献策，汉王素来怨恨项羽麾下的钟离昧，如今钟离昧藏匿在您府上，正是汉王猜忌您的根源。您若能将钟离昧斩杀，提着他的首级去拜见汉王，汉王必定会消除疑虑，您自然也就没有危险了。这钟离昧原是项羽麾下的得力大将，当年曾多次率军击败汉军，刘邦对他恨之入骨。项羽败亡后，钟离昧无处容身，因与韩信是旧交，便逃奔到韩信处寻求庇护。韩信念及往日情谊，一直将他秘密藏匿在府中。听闻献策者的建议，韩信陷入了两难，一边是自身安危，一边是对旧友的承诺。犹豫再三后，他终究还是偏向了自保，于是找到钟离昧，隐晦提及刘邦巡狩云梦泽的事，以及旁人劝他献首避祸的建议。钟离昧见状，瞬间明白了韩信的心思，他看着韩信，叹息道：“您不是忠厚之人。汉王之所以不敢攻打您，是因为我在您这里。若您想杀我讨好汉王，我今日死，您明日也必将难逃厄运。”说完，钟离昧便拔剑自刎。韩信提着钟离昧的首级前往陈地拜见刘邦，可他刚一见到刘邦，早已埋伏好的武士便一拥而上，将他捆绑起来，押上囚车。韩信此时才彻底明白刘邦的真实意图，悲愤交加地喊道：“果若人言，狡兔死，良狗烹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天下已定，我故当烹。”刘邦虽将韩信擒获，却因没有确凿的谋反证据，不便将他处死，便下令将韩信押至洛阳，随后赦免其罪，贬为淮阴侯，命他前往长安居住。此后，韩信虽保有侯爵之名，却需常居长安，一举一动都处于刘邦的监视之下，形同软禁。被贬为淮阴侯后，韩信的心情愈发抑郁。他深知刘邦忌惮自己的才能，于是常常称病不上朝，与萧何、曹参等昔日同僚也刻意保持距离，不愿参与朝堂纷争。一次，刘邦与韩信闲聊，谈论各位将领的才能，刘邦突然问韩信：“像我的才能统帅多少兵马？”韩信如实回答：“陛下不过能统帅10万。”刘邦又问：“那你呢？”韩信坦然道：“我是多多益善。”刘邦听后笑着反问：“既然你多多益善，为何还会被我辖制？”韩信急忙解释：“陛下不善于统领士卒，却善于领导将领，这正是我被陛下辖制的原因。况且陛下的地位是上天赐予的，并非人力所能企及。”这番对话虽暂时化解了尴尬，却也让刘邦对韩信的猜忌更深。一个多多益善的将领，即便没有兵权，也始终是他心中的隐患。这种功高震主却无实权的处境，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公元前197年，赵国相国陈豨被任命为代国相国，统领赵、代两地边防军。临行前特意前来拜访韩信。彼时韩信见左右无人，
便拉着陈曦的手叹息道：“您驻守的地方是天下精兵汇聚之地，而您又是陛下亲信之臣，若有人告发您谋反，第一次陛下必不相信，第二次便会起疑，第三次定会震怒亲征。到那时，我在京城为您做内应，或许能扭转乾坤，夺取天下。”陈曦素来敬重韩信的军事才能，也深知自己手握重兵易遭猜忌，便答应了这桩里应外合的约定。不出韩信所料，不久后陈曦果然在代地起兵反叛。刘邦怒不可遏，亲自率军前往平叛，而韩信则以生病为由留在长安，暗中派人联络陈曦，约定待时机成熟，便在京城发动政变，假传诏书赦免官府中的刑徒与奴隶，将他们武装起来，突袭吕后与太子刘盈，彻底控制京城局势。可韩信千算万算，却没算到家臣的背叛。他府上一名家臣因获罪被囚禁，即将被处死，其弟弟为救兄长，连夜向吕后告发了韩信的谋反计划。吕后得知消息后，又惊又急。刘邦远在前线，长安兵力空虚，若韩信真的发动政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立即召萧何入宫商议对策，两人很快达成共识。韩信对萧何极为信任，唯有借萧何之手，才能将他骗入宫中。于是萧何亲自拟定计策，对外宣称刘邦已平定陈曦叛乱，班师回朝，群臣须入朝庆贺，并亲自登门劝说韩信。韩信起初以病重为由不愿前往，可面对萧何虽病强入贺的劝说，又念及当年月下追韩信的恩情，终究放下戒备，决定入宫。踏入长乐宫的那一刻，韩信便察觉不对，殿内空无一人，只有冰冷的墙壁与昏暗的灯光。不等他反应，早已埋伏好的武士便一拥而上，将他死死捆绑。吕后从屏风后走出，面色冰冷，不容韩信辩解，当即下令将他斩杀。临行前，韩信仰天长叹，眼中满是悔恨：我后悔没有采纳蒯通的计谋，如今竟被妇女小子所欺骗，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韩信死后，吕后仍不放心，为斩草除根，又下令诛灭韩信三族。这位曾平定五国，助刘邦击败项羽，建立汉朝的兵仙，最终落得身首异处，满门抄斩的悲惨结局，只留下成败一知己，存亡两妇人的千古慨叹。知己指萧何，既推荐他又欺骗他，两妇人指朴母救他，吕后杀他。韩信的一生是秦末汉初乱世中英雄造时势与时势困英雄的极致交织。他以胯下之辱的隐忍藏住了少年的锋芒，以被水列阵的奇绝写就了军事的传奇，以千金抱漂母的坦荡守住了人性的温度，却最终以长乐宫中式的鲜血印证了功高震主的宿命。他的存在既是刘邦得以问鼎天下的武器，也是汉初皇权巩固路上最刺眼的障碍。当军事天才的锋芒刺破了政治平衡的边界，他的悲剧便早已埋下伏笔。从军事维度看，韩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战略性将领。他不只是战术大师，更是战局操盘手。定三秦时，他看透关中百姓对三秦降将的怨恨，以攻心之策快速稳固根据地。井陉之战，他深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理战术，用背水阵激发士兵斗志，更以2000轻骑端掉赵军大营，实现战术欺骗与战略奇袭的双重胜利。渭水之战，他借沙带拦水，半渡而击，将地形、水文与敌军心态拿捏到极致，垓下之围。他布下10面埋伏，又以4面楚歌瓦解楚军意志，
堪称心理战与合围战术结合的典范。后世兵家推崇的因势而变、因敌制胜，在他的战役中得到了最鲜活的诠释。他不是照搬兵法，而是创造兵法，这也是他被尊为兵仙的核心原因。从政治维度看，韩信却是天才的矮子。他始终没能看清权力游戏的本质，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，从来都与利用之需绑定，需要他破三秦、败赵燕、平齐楚时，刘邦可以解疑推石，败将筑坛。一旦天下将定，他的军权与威望变成了刘邦最忌惮的威胁。当蒯通以相面之术点破功高震主必遭祸，以文种、范蠡的典故警示兔死狗烹时，韩信却执着于汉王待我甚厚的道德执念，将君臣情义凌驾于政治现实之上。他请求封假齐王时，只看到其地需要镇守的军事需求，却没读懂刘邦被要挟的政治敏感。他藏匿钟离墨时，只念及就有情义，却忽略了收留刘邦死敌会激化猜忌。他的政治判断始终停留在将领思维，而非权臣思维，这也注定了他在皇权与军权的博弈中，只能成为被动的牺牲品。从人性维度看，韩信的身上藏着草根崛起的坚韧与精英困境的矛盾。他出身微贱，却从未向贫困低头。蹭饭遭冷遇后，他怒而离去，而非苟且；嫖母赠饭时，他许下必有重报，而非心安理得；胯下受辱时，他忍一时之辱，而非成匹夫之勇。这份能屈能伸的韧性，是他能在乱世中崛起的根基。但当他功成名就后，又难掩精英的骄傲。被贬为淮阴侯后，他羞与将、冠等列，称病不朝。与刘邦论兵时，直言陛下不过能将10万，臣多多益善。这份骄傲，既是他作为兵仙的底气，也让他在君臣尊卑的框架下显得愈发刺眼。他既想做忠臣，又想保尊严，却忘了在皇权至上的时代，功高盖主者的尊严从来都不由自己掌控。韩信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，而是时代的悲剧。汉初的郡国并行制本就是分封制向郡县制过度的妥协。刘邦需要借助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异姓王的力量击败项羽，却又必须在战后铲除他们，以巩固刘氏天下。韩信不过是这场权力洗牌中最具代表性的牺牲品。他的死标志着军工集团在与皇权的博弈中彻底败北，也为后世飞鸟尽，良弓藏的历史循环写下了最沉重的注脚。1000年后，人们谈论韩信，或许会惋惜他的政治幼稚，或许会惊叹他的军事天才，但更该记住的是，他以一介布衣之身，凭智慧与勇气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，用一场场经典战役照亮了中国军事史。哪怕最终落得悲惨结局，他的兵锋与风骨仍在青史中熠熠生辉，这才是韩信真正的价值。他让后世明白，英雄或许会被时代辜负，但英雄的传奇永远不会被时代遗忘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